展护卫，郭公公，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，请老夫人前去叙话。老夫人已然安寝，请郭公公回禀太后，恕难奉诏。展护卫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此刻刚刚入夜不久，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？郭公公有所不知，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，最忌劳累，每日入夜既眠，从无例外。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，展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，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。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。此话怎讲？公孙先生乃是以精针过穴之术及开方施药，双管齐下，为老夫人诊治眼疾。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，时辰一到，自然成眠。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，只怕是绝无可能。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，免得太后哭的。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？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？郭公公虽是近身太监，并无男女之别，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，又何必前去打扰？除非你不相信展某。不，展护卫言重了，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，若不进去看看，如何向太后交代呀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展护卫，见谅了啊！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。展护卫，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！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，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。公公若想是闯过去，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，就他们几个，展某还不放在眼里。想试试？公公，还是回去复命吧。倘若打算在此与展某耗下去，吃亏的恐怕还是公公你了。展护卫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。既然展护卫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咱家回禀太后就是。那好，公公请吧。好个大胆的展昭，竟然敢和哀家作对！也许他说的是实话。不可能，他们是做贼心虚，想躲开哀家，偏就让你躲不了。郭淮，奴婢在。随哀家一起去，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。娘娘请息怒，请听奴婢说几句话。你说。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，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。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，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，这个谁都不能证实。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，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。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，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，惹恼了哀家就硬闯。娘娘，那就更使不得了。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，皇上又赐他为御猫，他的武功高强，谁也难敌呀。难道他有3头6臂？哀家请后宫之礼，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？娘娘，这样如此一来，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？若是惊动了皇上，问明缘由，
娘娘，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。娘娘，您无非是要弄清楚那虾婆的真正来历，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。只要是错过了今日，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，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。若不是心虚，又何必躲哀家呢？他越是如此，越让哀家确信一定是他。娘娘，有些事情，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，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。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。娘娘指的是胎记，这与生俱来的记号，永远也变不了。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，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们作为女子，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。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。哎，姐姐，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哦，是谁替你画的？傻妹妹，这不是画的，这是胎记。真巧，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。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。没关系的，姐姐看不着，就留给皇上看呗。妹妹，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。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，无论多少岁月，也不会让它消失。只是平日会被头发遮盖，难以察觉。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？展昭占个理字，哀家也占个理字。就算是个瞎婆，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。展昭是男子，而他又双目失明，派人替他梳妆，谁也无话可说。是，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，一旦看清楚了，立即回禀娘娘。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，究竟是不是他。展护卫，你就出去歇会儿吧。我们梳妆打扮，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？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，不敢稍有懈怠，打扰了老夫人，还请恕罪。你要是不嫌烦，就陪着吧。怎么样？有，什么？你确定啊？确定。不可能啊！他明明早就死了。娘娘，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，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。难道他又活过来了？那就让他再死一次。老夫人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走？去哪里？出宫回府。现在走合适吗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只有回到开封府衙，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。好，那就请展护卫带路。
是，请。郭淮，奴婢在。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，将厢房团团围住。哀家要亲自去揭开他的真实身份。是。娘娘，启禀娘娘，张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。什么？你不是你们在厢房守着吗？你怎么快他们走了呢？张护卫坚持要走，我奴才拦不住呀。你立刻去追，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。是。启禀娘娘，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，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。啊！这个包拯！娘娘受惊了。幸亏有展护卫陪同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。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？其实他心中一直在怀疑，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。不过哀家矢口否认，相信他也无法证实。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，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。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，还必须与他周旋。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，还请娘娘再做忍耐。哀家明白。宝卿，臣在。我今天遇见他了。娘娘是说皇上？不错，他的声音和蔼可亲，双手厚实温暖。如果有一天，当他知道我就是他的亲娘，娘娘请多做忍耐，终有一日，皇上会明白的。好，全仗包钦为哀家平反。臣身为朝臣，义无反顾。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。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，又怎么会把她带回开封？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？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哼，不管包拯打算如何，哀家倒先要问你，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？娘娘，奴婢冤枉啊！当年奴婢的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呀。原本预定在次日清晨运出宫去，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。可谁知道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。哎，不对呀，当年那场大火，它烧得也太凑巧了。怎么会不巧？尸体化为灰烬，仵作如何验尸？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真是他？可是那冷宫里的总管戚凤也烧死在里面啊，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？难说。可是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呐，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？除非，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。
公公，吃点东西吧。对，吃喝完毕，我们还要赶路呢。老人家，多少还是吃一点儿，否则路上饿了再吃，多有不便呐。多谢几位英雄前来护送，实在是愧不敢当啊！您是包大人的重要人证，在下兄弟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保护，又何必言谢？对了，什么案子要你作证啊？这事关重大，请恕我不便说呀。那有什么？难道我们几个兄弟还会四处瞎说吗？这好了，四弟，包大人的案情我们不需要知道，何必让老人家为难呢？不错，四哥，你我唯一的任务便是让老人家安全无虞地回到京城。娘娘是担心陈琳知道当年那件事儿。若非如此，陈琳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抗旨徇私，让他逃出宫去。可是知道当年那件事的只有娘娘、奴婢、产婆尤氏和寇珠4个人呢。产婆尤氏当天晚间，奴婢就让她在人间永远的消失了。至于寇珠，寇珠可是临死也没有说出太子的下人。你还是不肯说实话？寇珠说的是实话，请娘娘明鉴。你还敢嘴硬？要你把婴儿埋在金水桥下，去把它藏了起来。说，究竟把它藏在哪儿了？公公，寇珠冤枉啊！我的确埋在金水桥下。胡说！那你为什么指不出埋尸的地点？我当时心里害怕，匆匆忙忙的埋好就回宫来了，实在记不得埋藏的实际地点呢。你还敢胡说！咱家派来那么多人在金水桥下去挖，就差没把它挖了个遍。说，到底藏在哪儿了？啊！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找死你！娘，寇珠冤枉啊！好了，别打了，让本宫再问问。是啊。寇珠，娘娘，你是我金华宫的承玉，一直跟在本宫身边。这些年来，本宫待你如何呀？回娘娘，寇珠自小进宫，直到入了金华宫，跟着娘娘，才不受其他宫人欺负。娘娘对寇珠恩重如山。难得你还知道感恩。这狸猫换太子之事，乃是极端机密。若你不是本宫心腹，本宫也不会让你参与其中的。娘娘信任寇珠，是对寇珠的恩宠。那么，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本宫的吗？娘娘，太子的下落何其重要，若不能确定的确已被你掐死埋葬，今后本宫岂不是寝食难安，疑虑终身吗？娘娘请相信寇珠。
你要本宫如何相信？娘娘，口珠已死明志。请娘娘安心。这些年来，哀家一直认为寇珠的确被冤枉了，可是如今看来却又未必。娘娘，这么重大的事儿，他又能告诉谁呢？他又怎么能有把握对方不会出卖他呢？不错，他不可能相信任何人。再说了，倘若他真的把婴儿藏了起来，他又会藏在哪儿呢？后宫那绝对不可能，奴婢一定会发现的。可是以后宫门禁之严，谁也不可能私自进出，更别说是夹带婴儿出宫了。娘娘，有一个人可以。谁？陈琳。当时他是首领太监的身份。娘娘啊，奴婢虽不受他管，但也得敬他几分。他出入宫门，不但无需通报啊，也没有任何人敢去阻拦检查呀。奴婢想起来了，当天寇珠抱的婴儿走出去后，奴婢亲自送产婆尤氏出宫，并且安排人手在城外将他灭口。你出宫后，自会有人来找你。等你们见面之后呢，你这一辈子就不缺吃穿了。谢谢总管，谢谢总管。不用谢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去吧。是。哎，陈公公，你这是急着忙什么呢？皇上要咱家送玉果去给八王爷祝寿，谁知道玉果园的人耽误了时辰，再不赶去就要误事了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那陈公公就赶紧请吧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陈琳的神情不安，态度慌张。难道是他把婴儿藏在宫河之内，私带出宫了？不会错，定是如此。那么，当年李贵妃逃出宫去，想必也是他安排的。原来一直是他，可是他为何不向先皇举报呢？他不敢。当年先皇见李贵妃生了个怪物，震怒之下，谁敢多言？后来，先皇又沉醉于道家之学，不理政事，娘娘又总揽宫中大权，陈琳为求自保，他能敢说吗？那么，为何事隔20年，他又出现在京城？莫非他真是来报仇的？娘娘，李贵妃当年都不敢出面喊冤，如今娘娘又贵为太后，她凭什么报仇啊？难道是因为包拯？包拯虽说是铁面无私，可是宫闱之事还轮不到他插手。哀家明白了，是八贤王。包拯曾将他带进八贤王府，昨日八贤王说是特意来仁寿宫探望哀家，
其实却是为了他。这竟然扯上了八王爷。看来如今所面临的，乃是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大人，娘娘的病情可是有了变化？宝琴，哀家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光亮了。太好了，公孙先生可否略作说明？是。娘娘这几日施针用药，从未间断过。若论医理，此时最忌情绪激动。可是娘娘的情形却恰恰相反。娘娘入宫之后，因与皇上相见而难抑激动之情，想不到体内运行之气竟借泪水把久滞的经脉打通了。公孙先生是说，娘娘双目复明已确有可能。正是，而且随时都可能会发生。没想到娘娘因祸得福，可喜可贺。还有赖公孙先生妙手回春，学生不敢居功。这也是老天垂怜，让哀家能够亲眼目睹20年沉冤昭雪。娘娘，八王爷虽然地位崇高，却无职无权。就算他们靠八王爷撑腰，恐怕也动不了娘娘，翻不了案。不，八王爷乃是赵氏皇族族长，皇族中人无不以他马首是瞻。同时，他还握有上打昏君、下打谗臣的先皇御赐金剑。一旦他插手此事，哀家也难以对抗。那该如何是好啊？八王爷之所以被尊称为贤王，乃在于他处事公允、依法讲理。若是无凭无据，他也不会插手。娘娘啊，20多年都过去了，不会有证据留下来了。哼，没有物证，却有人证。娘娘是说李贵妃？不，她只是一个抗旨不遵的先皇陶妃。她若作证，自可轻易推翻，无人会信。那真正的关键人证是陈琳。陈琳早已告老还乡，不理世事了，难道还会找她回来作证？保证以远方亲眷之名带李妃入京，甚至带她前往南清宫见过八王爷。可是却为何迟迟不提此案？他们在等陈琳进京。没错，你曾说过，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，却不知去向。哀家可以断言，他们是接陈琳去了。娘娘，那如此一说，他们是在等陈琳一旦进京，包拯必然会开始行动了。没错，因此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让陈琳进京，知道吗？大人，老夫人的康复情形很好，
现在已安然入睡。太后的疑虑未消，危机随时会现。虽在府中，仍需严加防范呐。是。王朝马汉带人在厢房外守护，展护卫则藏身暗处，紧急之时可立即支援。好，此时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否则非但不能替老夫人平反，甚至可能因此而惹祸上身。是，学生会多加留意。陈琳何时可到？依行程估算，明日便可抵达。倘若太后对老夫人疑心不减，甚至可能连陈琳回京都会被他们察觉。万一……大人无需担心，献空岛吴蜀可抵数百精兵，保陈总管回京，必定万无一失。怎么会有官兵设下路障？这种荒野官道有什么大事儿？我看他们是吃不饱撑的，没事干。没那么简单。四哥，后面招呼一声。你们过来，接受盘查。这位长官，我们只是路过。本官奉令追查亲密要犯，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。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？不走也得查。倘若我们不让查呢？大胆！你们敢抗拒盘查，本座立刻下令拘捕你们送官。凭你们还办不到？你去吧。你们是哪里的官差？这你不必知道。此地离开封城不远，应该是开封府的辖地。可是你们并非是开封府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本座不是开封府的人？如果你是，你就该认得我。哦，你是什么人？开封府包大人座前侍卫赵虎。哈哈哈哈，好极了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上！哎呀，这！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，果然没有料子。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，识相的立刻离开，还可以保一条活命。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，想必是来自江湖。不过，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，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。哦，阁下又是什么人呢？金毛鼠，白玉堂。你不用看了，献空岛五署全在此，你还想拦我们吗？哎，五位都是江湖豪杰，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？在下也是受人之托，还请五位不要插手。你错了，这件事献空岛五署管定了，你最好让我们过去，要不凭本事把我们留下。在下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不挡人财路乃是江湖规矩，彼此日后还要再见面吗？不，像你这样只管拿钱办事，不问是非黑白，
根本就是江湖败类，谁说要跟你再见？白玉堂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。你吴蜀再有能耐，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！你就试试。好，一个也别放过，给我杀！三哥开路！什么？没拦住陈琳？奴婢该死！抬起头来！包拯不过派了2个人去接陈琳，你竟然会拦不住他？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，他们的人武功高强，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江湖人？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，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。陈琳如今人在何处？他已经进了开封府。包大人，陈公公辛苦了。不，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，关乎至深至大，咱家哪怕跋山涉水，也要立即赶得来呀。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，却让公公受惊了。没事，有陷空岛5位英雄保护，咱家安全得很。包大人，那位真的在开封，而且正在府衙之中。包大人，能否让陈琳立刻前去拜见？不急，老夫人正在午休，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，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，如何？咱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。张龙赵虎，大人，领陈公公客房休息，并请陷空岛武艺厅中说话。是。谢包大人。大人，如今白玉堂已将陈总管安全带到京城，大人可要带他进宫面圣？不，时机不宜，还是将老夫人之事了结之后再去不迟。是。见包大人。无畏秦旗，谢包大人。陈公公安然抵京，无畏功不可没。包大人有令，草民兄弟岂敢不遵？幸喜人证无恙。包大人，包大人可知伏击拦路的是何人所指使？陈公公是本府侦办重大案件的人证，那指使伏击之人自然与本案有关，只是如今尚在查证阶段，本府不便透露。包大人办案
有用得着我们草民兄弟之处，请尽管吩咐，我们定当全力以赴。对，包大人只要招呼我们一声就行。不敢有劳五位，此案牵涉太广，五位不宜介入。包大人，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，有我们加入，保证能帮包大人立刻破案。二弟，不得无礼。二哥，包大人不要我们介入此事，必有缘由，我们听命就是了。哎，并非本府不愿领情，只是五位介入，虽然对本案有所助力，却也可能因此而引人注意，反而有碍办案，届时岂非适得其反？包大人，可否听白玉堂一言？请讲。陈公公返京途中，对方伏击不成，势必会再度尝试。陈公公虽已在开封，却仍处险境。倘若仅留白玉堂一人暗中保护，既不会妨碍包大人办案，又可确保人证安全。如此一来，岂非两全其美？大人，白武侠言之有理。虽然展护卫在府中，毕竟分身乏术，倘若白武侠从旁协助，当可确保无事。大人也可专心办案，而无后顾之忧。公孙先生所言甚是。既然如此，白玉堂一人留下便是。谢包大人。老五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结果你一个人留下来，我们几个还得回陷空岛，什么热闹也看不了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走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五弟留下来是对包大人办案有帮助，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？五弟留下来不但对包大人有帮助，对自己也好。徐三侠毕竟看得透彻，包大人要白武侠将功赎罪，保陈公公进京。若是再能确保他的安全，日后大人在皇上面前就更好说话了。公孙先生，白玉堂此举并非只为了将功赎罪。哦，南侠都能因包大人为官清正而仗义投身官府，白玉堂为何不能略尽心力？休说只是为了保护陈公公，便是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。白武侠豪情一举，公孙策由衷佩服啊！五弟，大哥可是觉得小弟与之前大有不同？不错。以前你一直心高气傲，更不屑与官府为伍。如今看来，好，做大哥的以有你这样的兄弟为荣。小弟惭愧。好极了，老五，真有你的。二哥也就不再啰嗦了，这就乖乖的回陷空岛去。多谢二哥。哎，五位啊，五位，为防人耳目，还请白武侠与各位一起离开府衙，再悄悄转回来，方能收暗中保护陈公公之效。公孙先生顾虑周到，白玉堂谨遵台命。哈哈，告辞。这一颗小小的金丸，
竟然会是日后被封为皇后的凭证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母以子贵，虽说是传统，可是也太没道理了。孩子临盆还早，妹妹何必又想那么多呢？如果真的生了儿子，皇上真的会封皇后吗？君无戏言，当然会了。我想，只要我们的孩子平安降生，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姐姐比我先怀孕，自然会先生。那么将来，姐姐就是皇后了。现在生男生女还不知道呢。就算生了儿子，被立为太子又如何呢？你我姐妹情深，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，太子是谁生的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可是太子毕竟只有一个，皇后也只有一个啊。妹妹，听我一句，权势富贵固然迷人，可是安详和乐更为重要。我们何其幸运被选入宫中陪伴皇上，可我们又何其不幸与家人断绝往来。身为贵妃，我们生活无忧，享尽荣华，比起大多数人更是天壤之别。妹妹，所以只要我们生活的快乐、健康、平安，谁是太子，谁当皇后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。妹妹，你说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如何？那些江湖人已经离开，开封府一切正常，并无异样。看来他们正在密谋对策，随时可能有所行动。娘娘，奴婢从头到尾的仔细想了一遍，这实在不明白他们又能对娘娘如何呀？怎么说？当年是先皇下旨赐死李妃，这火烧冷宫是总管秦凤自己干的。这狸猫换太子，只有寇珠参与其中，而寇珠却又早已命丧九泉，他们怎么追也追不到娘娘身上啊！郭淮，你跟着哀家30几年，竟然会如此懵懂。请娘娘明示。全案最为关键的一点是，当年那被换去的小太子下落何方？这如今即可断定，当年寇珠非但没有将太子掐死埋葬，反而交给了陈琳，随后他便去了八王爷府，而八王爷如今更参与此事。娘娘，那么太子当年是交给了八王爷，可是这20多年都过去了，可太子他从来没有露过面呢。如果当年那个小太子活了下来，如今该有多大岁数了？27、8岁吧。不错，正与皇上同庚。难道不无可能？娘娘，要是果真如此，那岂不是大事不妙吗？这正是事隔20年之久，
李妃和陈琳会相继回到京城的主要原因。奴婢陈琳叩见娘娘。陈公公，快快请起。谢娘娘。奴婢安排失当，让娘娘流落民间20年，奴婢罪该万死，请娘娘恕罪。公公不要自责，当年若不是公公冒死相救，哀家又岂能活到今天？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，一旦母子团圆，娘娘的旷世奇冤便可昭雪，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呐。若没有公公的常年护佑，皇上也不能够如此顺利茁壮成长了。赵氏一族亏欠公公的太多了。唉，奴婢不敢居功。陈公公忠心耿耿，皇上也感怀在心，否则也不会以亚父尊称了。哎呀，陈琳一个奴才，有何德何能，敢当此尊称啊？陈公公的忠肝义胆，后世自有公平。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，还请公公示意。包大人尽管提出，陈琳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，本府要问的是，当年公公奉旨赐死，却按住娘娘逃出宫去，如此重大之事，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？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，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？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，只是当时时机紧迫，不及禀报。再者，以八王爷的脾气，必会据理力争，而先皇怒气未消，必不听谏。如此一来，反倒毫无退路了。所以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，怎奈娘娘出宫之后，竟断了消息，音信全无。唉，也真是造化弄人，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，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。娘娘下落不明，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余中烧得尸骨难辨。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，斟酌再三，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。陈公公，后来皇上继位，大权在握，陈公公因何没有伺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呢？皇上不明身世真相，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。且事隔多年，人事全非，单凭陈琳一人，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？万般无奈，只得告老还乡，远离京城啊。换做任何人，恐怕也无能为力。本府尚有一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娘娘逃离后宫当夜，冷宫当即遭到火焚，想必不是巧合。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？冷宫失火，乃是秦凤自焚呐。你待怎讲？当郭槐验过尸首，离开冷宫之后，咱家愈想愈担忧。没想到，还真的把郭槐给瞒住了。狱中这条小命
总算没有平白牺牲啊。公公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瞒得了郭槐，只说明在后宫没人知道是于中假扮了李娘娘。那就行了，明儿一早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尸首送出宫去了。然后呢？交开封府收敛埋葬啊。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！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。于中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，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，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？这一旦仵作发现真相，必向宫中回报，郭槐还是会知道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嘿，公公，你有办法吗？百密而一疏啊，如今也无法可施。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，娘娘已安全脱身。可是他们却会找上我们。不错，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，公然违抗圣旨，私纵娘娘出宫，恐怕死罪难免呐。秦凤，咱家虽死不足惜，只是却拖累了你呀。不，祝娘娘脱困出宫，乃秦凤自愿。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，也可以和于中作伴，至少不会让他专美于前。好，你们两个都让人敬佩。只可惜，娘娘虽逃出宫去，被扣上抗旨潜逃的罪名，或许永远也没有平反之日了。我有法子了。哦，你快说。仵作验尸必须有尸可验，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。话虽不错，可是郭槐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，一旦毁尸灭迹，他仍然会找上你，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。我有把握，叫郭槐不会怀疑，也无从追查。事关重大，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。今夜3更，冷宫会有一场大火，火场之中只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李娘娘，另一具是冷宫总管秦凤。你书都是死，就让我死得值得些。秦凤，请受我一拜。公公，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反沉冤，让秦凤与于中死而无憾。秦凤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，当夜冷宫起火，我没敢去火场，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。秦凤虽死，却掩盖了真相。
没有让郭淮起疑。原本以为只有于中一人因我而死，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……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。娘娘，包人以为他二人死得其时，也死得其所。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，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。陈公公，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。公孙先生，请说。当年与郭淮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？陈公公可知晓啊？咱家当时暗中查过，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，官府也登录无误啊。显然是杀人灭口。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。包大人所指何人？寇珠。对，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，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，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，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。陈公公，寇珠如今还安在啊？陈公公，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，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。不错，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，远胜于其他。莫非寇珠竟然也……本府明白了，陈公公，寇珠的情形与此案关系重大，公公恐怕不能不说。寇珠虽然年轻，却让人敬佩啊。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，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。刘皇后圣诞之日，指派咱家前去送礼。离开金华宫时，竟遇见了寇珠。公公，此地无人，公公放心。寇珠，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，以免起人疑窦，你为何偏要来见我？公公，情势紧急，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几天，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，谁知道竟然被郭淮发现了。啊！你这个丫头真是的，这不是找麻烦吗？寇珠是因为不忍心见娘娘受委屈，所以……哎，你赶快向郭淮认错请罪，任他处罚，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。不，他已经起了疑心，甚至追问我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。啊？他想干什么？他打算挖出尸骸，确认无误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推说记不清楚，胡乱指了几个地方。不行，这迟早会被他发现。寇珠明白，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，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。咱家当然不会说了，只是你，寇珠也绝对不会说。他一定会用刑逼迫，万一你熬不住酷刑，岂不是前功尽弃吗？公公，我不会给他机会。怎么说？我会尽量忍，实在忍不住，寇珠会矢口否认，以死明志，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！哎，
公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，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寇珠啊，公公保重。寇珠不过是金华宫一名小小的承玉侍女，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魄。陈公公，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？寇珠虽然意志坚定，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。唯恐他熬刑不过，求死不能，而供出太子去向。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。见过陈公公。郭总管可在宫中？回公公，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。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，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。是。哎，怎么捡这个时辰清扫？皇上随时可能驾临，若是冲撞了圣驾，那还了得？回公公，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昨晚有一名程昱撞柱自尽，留下了血迹，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。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，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？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。你可知那名程昱是因何自尽的？啊，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，想逃出宫去，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。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寇珠。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！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，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。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，想必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。的确如此。寇珠既然已死，他们自认天衣无缝，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，故而不再追查，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。只是如今，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，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。陈公公，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，多谢公公指点。咱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旧案平反，奸人伏法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届时还要请公公作证对质。臣您静候包大人传唤。宝琴，臣在。何时才是时机成熟？回娘娘，包拯今夜详拟对策，明日开始立即招审，务必尽快还娘娘一个清白。奴婢郭槐告进。娘娘，您还没安歇呢？哀家怎能睡得着啊？娘娘，奴婢已有个万全之策，请娘娘宽心。
哀家不知还能有什么办法，你说？李妃陈琳若不在人世，想必八王爷也不会旧事重提。如今他们两个都在开封府，奴婢派人今夜就去把他们两个斩草除根。陈琳进京你都拦不住，更何况开封府还有展昭在。那些江湖人早已离开了，一个展昭他分身乏术，奴婢只要杀掉他们其中一个，他包拯就难以翻案了。若是刺杀不成，岂不反成了包拯的口实？那就连包拯一块杀。大人可是已有对策？寇珠、秦凤、于中，甚至于加上产婆尤氏，有4条人命牵扯其中。如今已不单是为娘娘平反，而是涉及无辜命案。本府明日一早立刻去见八王爷，开始侦办。哪里走？大人，请留在屋里，不可出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有刺客。站住！来是何人？有人进府行刺。老夫人放心，有我们在。老夫人，展大人就在门外，谁也休想闯进来。守住房门。是。你们绝没有机会得逞。什么人前来行刺？对象是谁？回大人，来了几10名黑衣人，分批往不同方向而去。他们的确是有备而来，目标应该是针对老夫人和陈总管。他们是要杀人灭口，让本府死无对证。快走！白玉堂在此，你们修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去保护包大人，这里就交给我。走！你们还等什么？动手吧！谁？是我。大人，外地的情形如何？展大人和张龙、赵虎保护老夫人，白玉堂在府衙门口挡住刺客。你为何不带人前去助一臂之力？白玉堂担心刺客调虎离山对大人不利，属下已将衙役派驻在书房外。他们这是孤注一掷。你们这些拿钱办事的杀手，根本就是江湖败类。今天碰上我白玉堂，算你们倒霉。展某不想多伤人命，你们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或许还能免于一死。
娘娘受惊了。哀家还好，可是他派来的人，刺客只是受雇的杀手，并不知道是何人主使。不会错，一定是太后指使的。否则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？话虽如此，却无法证实。不过，可见太后对娘娘的身份已经不仅是怀疑，而是确认了。难道他在宫中看出了破绽？公孙先生可有看法？大人，学生以为，无论太后是如何得知娘娘的真实身份，派人拦路截杀陈公公于前，又潜进府衙行刺在后，再显示太后不择手段的意图，就是阻止大人揭发狸猫换太子的旧案。不错，倘若不尽快着手侦办，只怕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出现。正是。娘娘，府衙之中有盏护卫与白玉堂，足可确保安全。明日，包拯与陈公公便去见八王爷。此案若想顺利侦办，彻底平反，非八王爷不可。否则，恐怕更多的阻挠会如排山倒海而来。